看到一束光，把我点亮，固执的发烫。那会是谁和我一起？我拼命追，不在乎疲惫。我想要这一种幸福，不甘心被生活打败。我相信梦的存在，等到最后都习惯了奢求，这梦想变成了幻想，我还是学不会去放开。我想要这一种幸福，有你的肩膀可以来，有一份爱去灌溉，等到最后都习惯了奢求，也许美好并不意外，我还在这梦里等待我的未来，我的未来。我看到一扇窗，灯火闪亮，忍不住张望，那会是谁如此完美？我拼命追，不在乎疯狂。哎呀，这样舒服。你慢点儿，没关系啊，上去楼梯怕什么？这么旧啊！怎么这么多小广告啊？这房我单间买的，花了多少钱？几十万呢。这墙，哎呦，钢筋混凝土的。是吗？这地，呵，还有那厕所里有一大窗户。尺子。我们班级公主啊，对，我们去年结婚。哎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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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进来，都进来！喂，喂，啊！你，我出38万，你们怎么说？我们家2万，你，我们现在交付礼金。我待会儿打给你啊。还有你们两位呢？疯掉了！现在付现金38万，这种破房子要38万，真是穷疯了！你看这个地，啊，那个线全露在外面。不是10年，我估计20年这房子。走，以后这种房不要看。跟买菜似的，这什么房？我跟你说，以后绝对不要和白痴一起看房，绝对不要和秃一起看房，根本没法正常思考。我怀疑啊，今天除了第一对夫妻跟我们一样是真想买房的，其他全是那个房产经纪找的托。我看用不了多久，我们也会很快的加入到这群白痴的行列当中。我这有个消息，你想不想听？什么呀？我刚才不是接了个电话吗？就是上周那个房屋经纪给我打的。我们以前不是紫庄看了一套房子吗？他说让我们不要考虑了，他已经卖出去了。你猜他多少钱卖的？多少？比以前的估价高了3万2。这是不是疯了？房子怎么说涨就涨起来了？现在还是我们在挑房子，我看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房子挑我们了。哎，小吴啊，你知道南平路怎么走吗？哟，这我还真说不清楚。你问郭姐啊？哎，谢谢。小郭啊，我想去南平路，你知道怎么走吗？南平路啊，哟，挺远的。你从哪儿出发？就从办公室走啊。哦，从办公室，那你就在楼下坐89路，然后到青少年活动中心下，再转66路，过江以后到时代广场下原地不动，然后坐193机场快线，有一站叫松吴路的，你下来以后沿马路右手边第2个红绿灯右拐就是。哦，太谢谢你了，谢谢妹妹。谢谢。
哟，郭姐，我看你现在真是活地图嘿，大家问路都找你。有什么办法呢？看房子看的呀。哎，不是我吹的，现在整个江州啊，全在我脑袋里头。不信你随便问我一个地方，我马上能准确的告诉你，从这儿出发到那儿需要多长时间。那得，以后不用搞什么问路的收费电话了，直接把电话打你这儿就行了。是啊，我半价收个费，估计都能付我一套房子的首付了。哎，你看那么多房子，没一套满意的、合适的呀？有合适的，价钱不合适呀，没钱啊！啊，那天我看了那个什么叫太阳城的广告，你不是也知道吗？那这房子是真好，可是你知道多少起啊？150万起卖，我哪有那么多钱呢？算了，再等等吧。你说你能等，这孩子怎么等啊？你看你现在肚子大的。一定要在你落地之前把房子问题解决掉。你们呢？不买，太贵了。不买。你们呢？价位太高了，能不能再低一点？没办法，都是这个价。你们呢？我们再加2万。你们加2万。你们呢？我加你4万，你不要再给别人看了，我现在就付定金。好，成交。这些人肯定是房产经纪找的托，压我们出价，我们不参与。哎，就这么定了？就这么定了？那咱以后就住在这儿了？就住这儿了？我还能再等吗？肚子大的都走不动了，马上预产期就到了，就这样吧。可这套房子还不如咱当初看那套呢。是没那套好，可也不知道当初是谁目光那么短浅。你看那水喉漏在外面啊，地板都开裂的，就没注意人家那个层高，人家那个层高5米多，隔一隔好楼上楼下嘞。可人算不如天算呢。不过好歹咱们也算是赶上涨价前的末班车了。你我加上这只小的，也算是有房一族了。这样还早，咱们出去好好庆祝一下。好。哐起来踢哐，哐起来踢哐，哐起来踢哐哐，哐起来踢哐，哐起来踢哐。也送出来一大口来，恭喜你们在江州这片土地上有自己的家了。好。哎呀，今天心里头舒坦呐。来。吃菜，吃完这顿就要勒紧裤腰带了。孩子，来吃菜。哎，谢谢。哎呀，今天多吃点。高兴啊。这个好吃。喂。啊。什么？定金还我们？再加500，不卖了。再见。怎么了？刚那个房东来电话了，说是不愿意卖给我们了，有人比我们多出了2万，他把定金退给我们，另外再多付500作为补偿。没事，奥姐。我不气，没事，我不气。不就是一套破房子吗？啊，一个不守信用的破人吗？我真不气，没事。等我有钱了，宝宝，等我有钱了，妈妈给你买大别墅。哎，别生气啊！太不像话了！别生气了，姐啊！这么不守信用，那交定金干嘛呀？哎，姐，我倒有个好主意，空手套白狼的，你们要不要听啊？什么主意啊？那既然现在房子这么吃香，大家跟哄抢银行钞票一样，那我们每天跟人签一个买房合同啊，一天一个500的话，那30天就是15000的收入嘞。你想什么呢？真是气死我了！来吃菜。你去替我签，把15000给我拿回来。行，包在我身上。
哎呀，这不听话，把头包上。包什么包啊？只有农村妇女才包呢。我这多难看啊！我不包。你受凉头要疼的。现在只许生一个，你都没有搬回来的机会。怎么了？哦，尿了！哎呦，慢点慢点，赶紧把尿不湿给他兜上。哦，你放心放心啊。哎呀，小孩敲尿布不是蛮好的嘛。现在你也是搞什么了？尿不湿，哎呀，又闷又贵，把我们小毛头的屁股都要捂坏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也不看看，这么小的屋子哪有地方再挂尿片啊？再挂上尿片，我们在底下都不要走了。而且它这个功率，一会儿一泡，一会儿一泡，水漫金山的，拿去发电都行了。哎，都行了。哎，尿片买回来了，你看。哟，买这么贵的呀？哎呀，买大了啊！要用小号的，你买中号的，他嫌大了。哎呀，不大，小孩衣服不都穿大1号的吗？啊！再说咱们然然生下来没几天都长这么大了，很快就能用的。然然，一看你这小丫头就是没做过事情。哎呦，买大的，怎么了？买大的它不漏吗？哎呀，不漏的，凑合用吧。行了，凑合用吧。孩子，哎。钱在门背后，实报实销啊！我买给我外甥女的，不用你报销啊！哎呀，然然啊，裤子被风吹着掉下去了，那个李奶奶帮他收的。脏了没？对，这个奶瓶消过毒了。啊，这是隔壁苏阿姨给送的，说是把那个吃剩的饭菜拿这个防蝇罩一罩，干净卫生。哇，怎么这么大呀？哪有地方放啊？海藻，把这个毛巾你拿去给他洗一洗。这个是吧？哎，你巴掌大的一点地方，大家蹭来蹭去的啊。这裤子还洗吗？哎，这个别洗了，这个没得换了。你让我抱抱他带走。哎呀，哎呦，还挺重的。然然，看看看，哟，这是爸爸，看见没有？爸爸，他在看你。思纯，拿刷子刷刷干净啊。啊，知道了。肥皂，蘸点肥皂洗。知道了。过干净啊。还早，他脚都露在外面了。好。给我吧。啊，不要。哎呦。然然，很乖的妈妈，听见没有？姐，怎么了？他尿了。哎呦，怎么又尿了？哎呀，刚给他换过呀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呀？然然，来，吃的奶粉还没有尿的多呀。哎呦，你看他的，你可真厉害呀！啊，一包尿片100多，一罐奶粉100多，你进出双向收费，比中国移动还狠啊！啊！所以我说啊，尿布不能买大1号的嘛。哎呀，轻一点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战斗的一天熬过去了，终于熬到了睡觉的幸福时光喽。他还好抱怨了呢，你下班回来就忙这么一会儿，妈一盯一天呢，都没说什么呢。你还别说啊，我现在上班啊，那就是养精蓄锐，就是为了下班回来啊为家做家务的。嗨，我现在一到礼拜5啊，我就紧张害怕。都上了这么多年班了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盼着上班的。哎呀，妈，我上班去了。老婆走了。关门轻点。哎，轻点，轻点。睡着了？睡着了。海平啊，
妈想把小木头带回老家去。不行，我知道你舍不得，可你看这房子小的怎么住啊？他现在小，不会走不会跑，那再过1、2年会跑会走了，你往哪儿放他？我跟你说，环境拘束对孩子身心健康、性格发展可都不利。我就觉得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心胸都不够开阔，都有点小家子气。我看就跟他们生活环境太有关系了，太憋屈了。我们走了以后呢，你省点用，多存点钱，早点把房子买了。我是想等然然上幼儿园之前把他送回来，那也就是2、3年的功夫吧。你们辛苦辛苦，努力努力，把房子问题解决了。到时候你们自己拿一部分，我们老的拿一部分，跟苏纯的爸爸妈妈说说，多少也让他们拿一点啊。这样咱们在这个城市就等于安家立业了。妈替你带孩子，你还有什么舍不得不放心的呢？啊？好了好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我们走了以后，你早点上班，早点赚钱，早点买房子。海藻很少带小贝去海平的家，地方太小，转不开身。小贝跟海藻拉着手在街头 window shopping， 用海藻的话说，光看不买，捕捉时尚。海藻永远不会买一件 new arrival 的衣服，无论广告贴得多凶，任郑秀文、刘嘉玲还是国外影星，都不能撬开海藻大力水手把门的钱袋。海藻买的衣服全部都是经典款式，5折以后的处理品。他在新款上市的时候拼命试穿，然后瞄准那一款，常来看，常来等，直到有一天变成下柜处理品。你看这家店，哎，你看那个黑包，哪个？就那个，那个啊，那一款至少得50岁以上的人拎吧？那地主婆拎的包好不好？一点都不好看。好吧。不过好像是新款的。是吗？哎，这家店是新的吧？哪个？那家？就这个。新，哎呀，新开的旗舰店呢。是吧？不过这家好像连一块真皮都没有，全是人造革的，还不如刚才那家呢，一点都不好。哎，刚才咱们在那边看的那家店叫 GA 是什么意思 ？GA 就是 go away 的意思，就走开，不要买。胡说八道，人家上面写的是乔治阿玛尼。乔治阿玛尼是这样写的吗？我不知道。好像真的不是这样写的吧？哎，你这什么牌子的字儿写的歪七扭八的？这个牌子叫飞啦嘎嘣毛啦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一只小鸟飞呀，然后嘎嘣翅膀折了掉地上就没了。飞了嘎嘣，好记吧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女孩子堆里混多了，自然就知道了。海藻对所有的高消费都有免疫力，唯独对冰激凌巧克力，这种诱惑好比是皮草钻石对贵妇的诱惑似的，无法抵御。以往每次路过，海藻总是会进去转一圈的。他好几次都下决心去买，最后又找借口逃脱。一个单球25，这样的价格对于他俩来说实在是太奢侈了。
随便点，有我呢。不提冰激凌表面散发的醇厚光泽，就是装冰激凌的盒子，那种亚亚的巧克力色、精致的小勺，都让海藻抵制不住心中的欲望。以前，小贝总是试图买一个给他心爱的海藻吃，海藻总有他的理由，不知道吃哪个。队排太长了，还有就是，我喜欢的那一款没有了。不就25块钱嘛，不就一个冰淇淋嘛，在江州这地方，什么东西不得25块钱啊？只要我的小猪喜欢吃，咱每次来都买一个。海藻真的很想吃，可一想到小贝那么节省的在存钱买房子，他就不好意思奢侈。还有姐姐，每次去都给妹妹买鱼或虾解馋，自己却不舍得吃一口。一想到每个人都这么努力勤勉，自己若如此放任的腐败一次，会很内疚。不要了，哎，小贝，我现在已经不那么爱吃冰淇淋了，而且真的没有我要的那一款了。再说了，天凉了，如果再吃冰淇淋，我肯定会肚子疼的。我可不想肚子疼呢。等着我啊！草莓的，一个球。吃。吃啊！好吃吗？甜吗？特别甜。窝心吗？什么叫窝心啊？什么叫窝心啊？给你买这个不好吃啊？好吃。好吃。哎，小贝，那你尝尝。我不吃。真的很好吃。不吃。你尝尝嘛。大街上我哪能吃冰激凌啊？真的很好吃，没人看见你。来嘛，来嘛，来嘛。不吃就不吃。都快吃完了。终于，在不舍得和心痛中，小贝，你尝尝嘛。海藻吃掉了1周的午饭钱。真不是啊？真不吃。老婆，快起来了。别睡了。1分钟。快起来了。下次了。哎，早。哎呦，哎呦，你慢一点儿。你干嘛呢？钥匙呢？钥匙又没了。又没了，都怪你！昨天晚上我回来，你也不提醒我放包里。啊，怪我，我忘了。嘿，就巴掌大的地儿，怎么这么能藏呢？哎，你没看看鞋壳啊？上回就掉这儿了。没有，看过了。你过来。
你昨天一回来是这儿挂的包，包里没有，看过了。然后呢，把衣服脱在这儿，那就应该在这一片了。喏，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先找到？是不是你故意藏的？谁藏的呀？哎呀，幸亏这么小个地方，要是换上100平方米的房子啊，每天不用上班了，只剩下找钥匙了。你算了吧，房子大了，我才有心情整理，所有的东西才会摆放有序。那我要有套100平米的房子，我一开门，我肯定先在这儿订一个漂亮的杂品袋，把什么信件啊、钥匙啊、零钱啊，还有小伞什么的，我都放在这儿。还有鞋子，我也不要这样放着，臭嘛臭的要死。鞋子当然要进鞋柜了，啊，电视机我也不会放在冰箱上面，每天晚上看得我脖子都疼。电视机有电视机柜，流线型的那种，懂吧？看着也稳稳当当的。哦，我还要在我心爱的厨房买一套美国康明的餐具，然后我要贴着一整面墙。哎呦，哟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都怪你一早上说半天的话，走开走开走开！谁让你一早上起来那么亢奋啊？一提到房子就滔滔不绝，怪谁啊？怎么啦？轻点砸，公家财产，小心砸坏了经理扁你。我现在就跟他们干上了，我还就不信他们能一手遮天。什么深仇大恨啊？我看看。郭姐，我倒了血霉上了大当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是奔着那网络报纸通篇的叫好一片，我才花了160块大洋去看那满屏幕白花花胸脯的大片。结果倒好，曲终人散，除了满眼小白兔乱跳，我什么也没记住，到现在眼睛还胀得疼呢。开玩笑，160块让我看那么烂的电影，喏，我现在正发帖呼吁广大良民千万不要上当受骗。那你猜怎么着？怎么了？我发一个，网管给我删一个，现在他妈封我 ID 了。你看，可见这媒体跟片商都是勾结好的。哎，不是我说你，哎。就算人家愚弄老百姓吧，也要有老百姓愿意被愚弄啊！这叫什么？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你瞎操什么心去？郭柱啊，哦，刚好你有空，你把这个文样做一下。这个要得比较急，周一客户要见稿，抓紧时间啊。哦。哎，对了，顺便提醒一下啊，今天虽然是周五，明天啊也就是周六，亚太地区日方负责人呢按例巡查。所以大家要自觉加班啊，把分内的工作做好，以便询问啊。变态！不加班快死人呢！哪个周末你没事儿？喂，海藻，哎，是我。我这个礼拜6要加班，你晚上再过来吃饭吧。啊，别忘带衣服啊。好，再见。小郭回来啦！哎，不好意思哦，今天早上啊，我看见你们家小苏开我们家水龙头了。下回你要教他认一认哪个是你们家的哦。那行，我跟他说。不过那天徐阿姨，我看见你拿我们家的油烧菜，麻烦你也认一认啊。我们家那个是色拉油，别弄错了啊。哦，是吗？不好意思啊，真是我眼睛看。哎呀，你小心啊！这走路怎么不长眼睛呢？都好多回了，书读的呀，都读傻掉了。你看，用它几滴油还好意思讲的。你难为情不啦？让人家指着鼻子说，哎，邻里之间不要占人家便宜，低头不见抬头还见呢。哎呀，
我又不是故意要占他们家便宜了，是菜烧了一半，油锅都热了才发现没有油的呀。再说了，这两口子都是名牌大学毕业，钱挣的不要太多，还在乎我用他们家几滴油。我要是有他们家的收入，不要太大方哦。哎，这外地人啊，不可以跟江州人比的哦。那么年轻就知道节省。顺手把钥匙放进包里。你能羞羞吗？什么东西？每次不点到他面子上，每次装傻。他们家现在都不用买油了，直接烧我们家的就行了。哼，上个月我统共做了8次饭，1桶丝拉油干干净净被他们家用的，还好意思说我用他们家水了呢？水贵还是油贵呀？嘘！你怎么又跟那个小陈明怄气了？犯得着吗？你要真为那点油生气啊，你也学学他们家，以后装油啊就用那个极致糖浆的药瓶来装，只够炒1次的，大桶咱们拎回家。我就是拿这么小的瓶子装，他们也照用，简直是耗子。他什么层次，你什么层次呀？我老婆那也是名牌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啊，她连初中都没读完，两口子加一块充其量也就是个大专，跟她犯什么生气呀？你不是自降身份吗？我有什么身份啊？我能有什么身份啊？我现在啊，我连小市民都不如。人老李祖孙3代挤在一个10平米的房子，可那是人的祖产呀，人至少还有个10平米吧。我有什么呀？啊，等哪天这儿一拆了，我只有滚蛋。活了32年，上的是名牌大学，读的书，车载斗量，到头来呢，混得连个下岗职工都不如。你看我们同班同学，张丽都买第2套别墅了，都换第3辆车了，我呢还在这个破地方跟这群破人混在一起。所以说，女孩子不要读得好，读那么好有什么用啊？读得好不如嫁得好了。我要嫁个好老公，就是啊。都怪我行了吧？还被几滴油跟人家争来争去的呀。都怪我行了吧？都怪我没有给老婆在大城市买上一个一砖半瓦的。那想当初咱们也差点成为房主啊！就因为你那一句话，没听的房子也要40万，泡汤了呀。就算没听，那也是70多平方米的房子，那地段多好呀！我听说最近地铁5号线从那儿通过了，我们当初要是买下来，熬到现在也该拆迁了吧？起码得补上180万呢。好意思说我呢？你干嘛的呀？那你当时怎么看不清形势呀？你说买不就行了吗？该你决断的时候你就要决断，要不然要你个大老爷们干嘛呀？我决断管用吗？当初毕业分配的时候，我提议咱们回老家，不管是你家还是我家，最起码混到现在也混成鸡头了吧？你老人家倒好，哎呀，非要留在大城市。做人就要做城里人，你我老家那种地方有什么回头啊？往这儿来，再说了。这儿的繁华热闹，这儿的高楼大厦啊，这儿的十里洋场、大都会气质，老家有吗？能赶得上吗？哎呀，是赶不上。江州的商店好，可你买不起；江州的音乐会是好，可你一场没听过。哎呀，江州是国际化大都市，弄得你连房子都买不起。这要是咱们住在老家呀，房子起码是楼上楼下。我真不好意思说你，这样吧，你要是能把你老家的楼上楼下卖了，能换到这儿的1级台阶，我就服你。绕来绕去，不就是嫌我没买到那套房子吗？那是我的错吗？我定金不都付了，那人家退回来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还老说我。我没赖你呀，这不是天灾人祸吗？我呢说这事儿呢是给你提个醒，以后呢咱们吸取点经验教训。这买房子呀跟海边拾贝壳一样，你不能光拾那最大的，也不能光拾那最漂亮的，你得拾那个你合适的。
一旦相中了，马上离开海滩。什么付定金呢？直接签合同，把首期款砸在他面前，这房子归你了。现在可是一个抢房的社会啊！哎呀，现在买房子真怕人，怎么那么多人有那么多钱呢？你说我们啊，2年一过，家底一掏，全掏空了。这孩子生的太能糟蹋钱了。这赖谁呀？得赖你喜欢攀比。奶粉嘛要吃进口的，衣服嘛还要名牌。我就不相信了，这在我们老家哪个孩子用过尿不湿啊？不照样好好的吗？嘿，就你家孩子比别人家孩子金贵啊！哎，你搞清爽啊！那是你女儿哎，你好意思让她受罪啊？啊，人家进口的都加的什么呀？什么 DHA 呀、ARA 呀、CRA 的啊，你就吃加这种的呀？那衣服呢？衣服我是无所谓买什么牌子的，对吧？但问题是它填充物是垃圾怎么办啊？还有它染色剂有毒怎么办？小孩皮肤多嫩啊！那商场里的牌子买的不就是放心吗？好，你有理，你小名叫郭有理。是。我小时候，我妈喂我的可是羊奶，因为农民牵一头牧羊过来，那奶胀得跟气球似的，还一起半缸，哗哗的，当然连毒都没消过，咕咚咕咚就喝下去了。怎么了？不照样没输在起跑线上吗？起码比楼底下老李要强得多吧？那是因为老李小时候连羊奶都没得喝，还跟老李比呢。没错呀。少来了，那时候小孩能像现在这么聪明，智商这么高啊？那我们家然然，那都会唐诗300首了。你在他这个年纪，你会背吗？不会。然然都会背300首唐诗了。没有啊，那3、4首总有吧？300和3、4首差多大劲呢？真是的。好，就让你吹吧，你就夸张吧。反正啊，按你这么说，然然肯定要比我强。哎，都9点多了，快给女儿打电话。喂，哎妈，是我，然然睡了吗？太好了，你快把她抱来，没睡呢。喂，你是谁呀？我是谁呀？我是妈妈呀。你是谁呀？你是不是然然呀？啊，然然，你叫一声妈妈好不好？就叫一声，叫妈妈。妈妈唱呀，唱什么？小兔子呀，好，妈妈唱啊。小兔子相貌好，红眼睛，白皮袄，后脚长又大，前脚短又小，走起路来一跳又一跳。好不好呀？差不多了。啊，喂，哎，妈，哎。然然这2天还好吧？没感冒吧？我跟你说啊，最近感冒人可多了，你当心一点。还有你跟爸爸也别感冒了啊！你们感冒传染给他可不好了。行，我那个什么，我那个什么，下个月那个生活费我就不寄给你们了。我11反正国庆的时候我就过来啊。好，那就这样啊，再见，拜拜，我说老婆，你这样打长途电话，打得我心惊肉跳的。按照你这样打电话呀，半平方米又没了。哎，想什么呢？我想买个电脑，装个摄像头，给我爸妈再买台电脑，这样我就不用老打电话了。我想在网上看到然然，你看，打长途电话每个星期
你只让我打一次3分钟都不到，一点都不贵。我想然然，我想都快得忧郁症了。一台电脑，又是半平方米。再说老头老太太他也不会用啊，每次用的时候还得找人，太麻烦了。时间一长，电脑呢就成摆设了，不现实。可是如果用 MSN 或者 Skype 的话，那电话费不也省了1个平米吗？如果安装网络电话，都得要装宽带。你要知道现在宽带费很贵的。老婆，再忍忍吧，啊！要不然，你把钱直接寄给然然，给他买吃的，多好啊，多实惠啊！再忍忍吧，啊！等咱们买上房子了，就把孩子接过来，好不好？好，买，不就是一台电脑吗？不就是吃点买房子吗？没问题。算了，挣钱吧，先挣钱。什么时候钱攒够了，什么时候买了大房子，才能把然然接来。夜深了，我还为你不能睡。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，左右为难的你，不知怎样去面对。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。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，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，转身的一瞬间，你出现在我身旁，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对你的爱深不见底，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，屏住呼吸，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，它让我们慢慢地靠近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。我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，说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，只因为你没有告诉你我爱你，真的